酒香也怕巷子深。对，这个时代变了，你的生活是为了什么？就是你工作是为什么？因为工作是为了好好生活。但有的时候你工作就把好好生活的这个忘掉了。没有什么流量的话，你设计的再好，也不会被别人所看到。对，就是您做这个设计行有多长时间了？我怎么算这个做设计时间？10年。收到第一份设计费，算我第一个真正做设计师。OK，是什么项目啊？好早在三亚买个小房子嘛，然后就我把它设计成一个度假屋的形式。我好像是在天涯论坛上发的，然后北京的一个业主就看到了，说特别喜欢你的这个度假的感觉，我们就希望北京的家每天看上去也像度假的。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您还是会更喜欢这种私宅的设计？这个公共空间的或者商业空间的设计啊，它其实是它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大，它的流动性比较大，然后所以我们要找一个中和点。我能理解，像商业设计，它需要更强的包容性。对，是的。所以您在设计这个酒吧的时候，当时业主方有什么样的要求吗？业主方其实是一个我的老业主，他们对我就比较信任。现在都比较流行说日咖夜酒。然后特别是放在了这个1733这个字节的底下，因为晚上也要加班，然后工作压力比较大，随时都可能需要放松一下，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空间的这种调性就变得更加放松了。它可以组织各种的活动，各种的 party。对。我觉得这个从中也让我重新认识到了我们现在的这些潜在客户人群的这种需求。我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设计师开始做个人的 IP，然后而且做的都还挺好。能够意识到危机感的设计师都开始来做这个 IP，但是这只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认为自己在设计方面没有前途的人也会做流量。它是两个不冲突的赛道。但是我也很好奇，就是设计师本人，尤其是这个，比如个人工作室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人，他去做 IP 了，还有时间做设计吗？这两个会冲突吗？那我觉得100%冲突呀。你的精力有限呀，你如果把这个精力都发展到管理或者扩充或者什么阶段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办法再输出自己的设计了。私宅设计或者说家装设计，每10年你才设计一次自己的家。我输出的时候，你还必定得看到。对。所以说，作为一个设计师，在流量面前，如果你没有什么流量的话，你设计的再好，也不会被别人所看到。对。对，是的。所以酒香也怕巷子深。对，这个时代变了，这个让人特别尴尬。如果我们都是网红经济的话，那实体经济谁去做呀？是吧？但这个问题只有到未来才能显现，但现阶段大家都一片繁荣。明白。但是虽然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大家可能对线上的这些东西会关注很多，也会有很多的鱼龙混杂。比如说一个设计师，他如果真的有很多好的设计的作品，需要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媒体团队，但是他还是能在互联网上脱颖而出。我觉得您说的对，但我觉得有一定的片面性。咱们得反推一下，说互联网是谁看的？您是认为屌丝看吗？那其实就是屌丝经济了。对吧？然后我们各个平台，比如说这个平台、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它可能受众是不一样的。需要好设计的人并不在互联网上，互联网大部分人是想看热闹的。OK，明白。但是我觉得互联网它更像一个漏斗。你这个网子够大，它终究会筛出来一些真正有需求的人。这个肯定是，当你设定的网眼比较小的时候，那收获就小；当你网眼设定的比较大的时候，你就会很盲目。今天我还在看您在那个威海的那套房子，那您能跟我说说自己的这个装修整个过程的一个感受？我是想试图抓到更多的美好生活。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特别向往美好的生活，但每个美好生活是受客观限制的。比如说我就在北京，我希望有清新的空气，或者说有一个开窗见景的房子，那对于很多人来讲很难。所以当我看到了有一个这样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如果有能力，我希望能把它抓到。所以就给自己额外的一个追求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向往的机会。太内卷了，首先它不规范，其次太内卷。就是有收30的，也有收3000的，你也无法判断30的就比3000的好，还是3000的就一定比300的好。
是什么样的土壤养育什么样的人。是的，没错，设计也是个重口碑的行业。刚刚入行的这些人，你有什么说的吗？你要热爱这个事情，这是必须的。然后要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事情。这一套房子从你设计到施工到完成，你每天都看过吗？这1个星期去一次就算多了，对吧？那无形当中你会漏掉很多的这种东西。然后当业主入住之后，你也没有了解他最终的这个没错，住的舒服还是不舒服。当然了，这个又受很多因素影响，你可能了解不那么全面。但我希望你能够抽出一定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这样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对，我原来最开始还想让我女儿去学设计，后来呢又想让她学建筑，后来我发现我的想法不切实际，因为我觉得这个路太卷了，而且真的你在想做一个好的建筑师，当然我们看到的都是什么贝聿铭啦，什么扎哈迪德啦等等，我是觉得啊，人家真的不是一代人出来的，人家每天看到的都是好的设计、好的生活，然后人家才能够长大把这东西体现。你就要作为一个建筑设计师，你得有机会去做。我觉得这个从根儿上讲，其实就是信任。就是我们国人缺少互相的信任度。当你无奈的时候，你就会找那些你认为有信任度的，那也就是大公司，对吧？那大公司它通常没有设计，这也是很多人无奈的地方。明白。其实你要问我，我就愿意找个人工作室，因为我觉得那您肯定是不是第一次装修，对吧？第一次装修就不会这样了。对。所以有句古话说，该交的学费一定得交，你不交了学费，他是不认可你说的话是真的。明白。